相对于合金模型，这辆托勒阿斯拉达居然还做了电控、手动双模式的悬架升降功能。如果按照 3.0 阿斯拉达24.3厘米的车长对应1:18的比例，那么这款托勒大概54厘米的车长比例则是1:8，也是目前最大的高智能方程式量产周边玩具之一了。其他功能还包括车尾推进器的升降、两侧剪刀门的开合、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以及两侧尾翼调节。其中电控功能所涉及到的动力组件全部都采用了快装快拆的设计，所以日常展摆并不会占用我们的动力组件。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深度评测这辆来自一个全新国产积木品牌托勒刚刚发布的这辆阿斯拉达 GSX， 也是一辆注定会有不小争议的国产旗舰级套装。先看一下包装，彩和正面成品图片的视觉占比非常大，左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以及零件数等信息，侧面这里还可以看到改装动态版需要的动力组件清单。打开彩盒，里面有2个内盒，一共有41个零件分包，11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还是比较厚的，应该有1厘米多。另外套装中还有3张转印贴纸，因为是第一次做这个品牌的套装，所以这里重点看下零件。经过在微距下的检查，绝大部分零件至少从表面来看还是可以的，基本没有发现披风毛边和水口残留，缩水控制的也还可以。另外套装中还包括了大量的金属滚镀零件，在微距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工艺做的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些新开模的独占零件，光是前轮眉单边就有4套，左右加在一起就是8套了。后轮眉也是新开模的，左右各1套，还有前车灯左右各2套，以及还有轮毂盖，同样也是新开的零件，所以一起算下来，这款套装一共新开了15套零件。如果再算上前窗上面这里的 PVC 刀模，那就是16套了。所以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做过的新开零件数量最多的套装，没有之一。当然，这也必然会成为这辆阿斯拉达的最大争议点。除了新开模的独占零件以外，套装中还搭配了2套灯光键以及1块印刷件展示名牌。拼搭方面，我们一共是用了大概15个小时。那我们也是为了做这期视频，专门斥巨资买了一辆 3.0 回来，给大家做一下外观还原对比。在整体比例方面，可以看到这2款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我们甚至感觉托勒的设计师就是参照 3.0 这款模型做的搭建设计。不过车门下方的侧裙部分，托勒这款是2条平直的斜线，而 3.0 则是有一个稍稍内收的弧线设计，也因此在整体轮廓上，如果从顶上看下来，托勒这款会显得稍微胖那么一点点。我们这里也专门去对比了一下动画片里面的原型，可以看到 3.0 这种弧线设计会更准确一些。不过在其他方面，不管是整体的轮廓比例，还是细节曲面线条，这款托勒阿斯拉达就不太能挑出毛病了。前脸非常具有攻击性的3角形车头前沿，设计师通过2块呈大角度倾斜的科技面板进行了还原，而两侧靠近轮眉位置这里的稍稍鼓起的车灯，则是使用了新开模的独占零件。如果不开这个零件的话，这里可能就要用到贴纸喽。前盖2款阿斯拉达在白色面和浅灰色面的分界上稍微有点区别，为此我们也专门去看了一下动画片，大部分找到的镜头其实整个前盖都是白色的，唯一找到一个似乎稍有一点点浅灰分色的镜头，反倒是比较像托勒的这一辆。再看两侧轮眉，通过单边4套新开模的独占零件的加入，还原度肯定是没得挑的。而通过转印贴纸还原出的英文拉花，基本和 3.0 这辆也是完全一致。轮毂盖同样也是新开模的零件，不过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是采用了印刷件。再往后来到车门，车门上方这里有一个带内凹线条的平面，设计师在这里通过平面砖进行了搭建。而车门后方的进气口也是这辆阿斯拉达最帅的局部之一了。4块采用滚镀工艺的暗红色科技面板用在这里确实是恰到好处。后轮眉同样也是新开模的独占零件，所以还原度也不用说啦。而轮眉上方呈层叠状的红色面，设计师在这里同样也是使用了平面砖。再看发动机和推进器部分，也是这辆阿斯拉达细节比较丰富的位置，包括顶上的弧面，两侧各4根银色的金属管，还有尾部的2大1小共3个喷口，感觉基本上能搭的细节全部都做了搭建。不过内部有一个小 bug， 待会儿我们再讲。这里继续看两侧的尾翼，首先形状上和 3.0 基本完全一样，甚至连分色以及上面的英文字都是一样的，唯一就是托勒这辆的紫色和白色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像 3.0 那样是一条直线。最后就是车尾，4个尾喷口还有下面的翼片，还原度感觉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驾驶室内部也有一些细节，包括圆角矩形的方向盘，方向盘前面的仪表盘，两侧的换挡拨片，以及尤其是侧面的车载电脑面板，甚至也做了搭建。所以看到这里，大家也可以给托勒这辆阿斯拉达的外观打个分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功能部分，先看静态版。首先看一下它的灯光表现，前后灯光开关被分别设置在副驾驶座的前后位置，打开来这个效果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哦。我们的感觉是前灯可以说是满分了，而尾灯效果要稍微差一点。接下来就是手动推行和发动机联动，推起来非常顺畅，发动机联动也没有问题。转向和方向盘联动测试下来也没有问题。然后是两侧剪刀门开合以及两侧的尾翼调节，都是直接手动操作就可以啦。车身后部的推进器可以升降，这里要用到一把也是用零件拼出来的钥匙，从车尾中间这里插进去，直接旋转就可以了。不过如果降到最低点还要继续拧的话，上面的砖块零件会脱落。这把钥匙同样也用于前后悬架的手动升降，在车门左侧这里有一块平面砖，这里需要把它取下来，然后把钥匙从这个孔里面插进去。测试下来可以看到悬架的升降还是非常灵敏的，同时升降行程也非常清晰。在悬架回弹方面，当悬架处于高点位置，前后悬架的回弹手感和回弹行程都非常清晰。当把悬架降到中间位置，同样也没有问题。不过如果降到最低点，前后悬架基本就没有下压行程了，自然也谈不上回弹。下面我们装入电机和主控来测试一下动态版表现。需要用到一套主控、一枚伺服电机、3枚 L 电机和一枚 M 电机，其中负责行驶的2枚 L 电机需要拆一下车门和驾驶座，其他的直接装在车底预留好的位置就可以了。整个改装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首先车辆的行驶，测试下来的车辆行驶速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很多，因为 1.05:1的高速齿轮比设计，一开始还比较担心主控和电机的输出功率会成为瓶颈。转向测试下来也比较灵活，转弯半径还是比较小的。再就是最重要的悬架升降，不得不说这是目前我们做过的带电控悬架升降功能的车子里最终表现最稳定的一款作品，并且可以看到，当到达极限位之后，电机虽然已经被堵转，但并不会发生打齿的问题，说明相关结构的固定方案非常牢靠。最后是推进器的升降。测试下来和静态版一样，当降低到极限位置后，如果继续向下的话，推进器模块会发生零件脱落，本身功能联动是没有问题的。好啦，以上我们看完了外观和功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拼搭过程和内部设计。首先完成的是后悬架，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2枚小号硬币阵，其一端固定于下摆臂，另一端固定在上面这里的一个可以旋转的支撑臂模块上，通过支撑臂模块的旋转改变支点位置，从而带来悬架升降的联动效果。而旋转动力来自这枚8齿齿轮，并由一枚涡杆驱动它的旋转。涡杆带来8:1的齿轮比的同时，也为整个联动结构带来单向联动的效果。这里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行驶动力传动结构了。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预留了一个 L 电机的动力输入接口，动力进来以后，在中间完成汇合，然后进入差速器，并向左右两侧传输。从电机到车轮的总齿轮比是 1.05:1。而发动机联动结构也很特别，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预留好的皮筋结构。到这里，整个底盘基本就拼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悬架升降的后续联动结构。注意，这里有手动和电动2个动力输入接口，其中电动接口位于底盘中部下方。可以看到，这里预留给 L 电机的十字轴，动力进来以后，通过一组20:12的齿轮组将动力向两侧传输，再经过左右各一组20:12的齿轮组以后，通过这2根很长的十字轴将动力向前后悬架方向传输。在后悬架经过一组8:8、一组4:4以后，最终驱动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枚关键的涡杆。而在前悬架则只经过一组4:4，然后同样也是驱动一枚涡杆。再往后，前悬架的升降联动结构和后悬架基本是一致的。再看手动动力输入接口，它被设置在底盘的左侧。手动动力从这里进来以后，通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然后先到达左侧悬架的这根很长的十字轴，然后从中间这里把动力分一路到右侧悬架。值得注意的是，左右两侧的这2根很长的十字轴，厂家这里配的是碳纤维十字轴，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塑料十字轴自身扭转形变对整个联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过相关的拼搭步骤会比较难拼，主要是这2根十字轴在安装的时候需要穿过很多枚齿轮使然。
再看转向与方向盘联动，设计师在前悬架中间这里预留了4伏电机的动力输入接口，动力进来以后，通过一枚12齿齿轮驱动齿条，并配合两端的拉杆完成转向联动。而方向盘联动则是通过与齿条啮合的另一枚12齿齿轮，然后经过一组20:24的齿轮组以后，经过一枚万向节，最终到达方向盘，其中24齿齿轮为离合齿轮。发动机联动可以看到是通过皮筋实现，不过大家有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设计的是一个 H10水平对置发动机，不过原型应该是 V10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小 bug。至于这个可以升降的推进器，其升降联动是通过齿轮配合齿条实现，设计师并没有为其升降行程做限位，不过在这里加入了一根皮筋，防止整个模块掉出来。除了手动控制升降以外，设计师同样在这里设计了电控联动。在拼搭体验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2根很长的十字轴不太好装，其他部分基本没有大的问题，不过优化空间还是有的。在手感方面，这款拓勒阿斯拉达使用的零件手感相对偏紧，但基本没有手感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零件都是相对偏紧一点的设计。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牢固度，在外观覆盖件上，设计师基本做到了对所有科技面板的多点固定。从车头、车尾把车子抱起来，包括稍微晃一晃，基本都是没有问题的。从左右两侧抱起来，同样也没有问题。车身外观上采用砖块零件的地方，牢固度也还可以，正常触碰的话不会脱落。最后就加大难度来震动测试一下。总结下来，无论大家是否喜欢这么多新开模的独占零件，从结果来看，这辆拓勒阿斯拉达在外观还原方面确实做的还是不错的。包括在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一些细微角度创建上也做得非常认真。而悬架升降无疑是这辆阿斯拉达的最大功能亮点，设计师这里选择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设计方案。小槽点总结下来，一个是侧裙线条不太还原，以及 V10发动机做成了水平对置，然后还有悬架升降相关的那2根很长的十字轴不太好装，主要就是这3个。另外还有拼搭手册里面关于紫色滚镀零件的图示，并没有区分实物有深浅2种颜色，以及如果进一步提高要求，内部结构稍显零碎，也是一个可以提升的地方。好啦，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拜拜。